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早该上桌了。在内娱这个更新速度极快的圈子里，有的人凭借一部爆款一夜成名，也有人靠着一部又一部的稳定输出，逐渐坐稳了自己的位置。诚意就是后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。今年本是诚意大展拳脚的年份，按照原本的计划，他主演的武侠剧《富山海》应该在5月与观众见面，但因为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，播出档期一再延后，让粉丝等得心急如焚。若不是这次延播，他早就上桌了。最近网络上流传着《富山海》有望在9月开播的消息，无论真假，这条传闻都足够让粉丝们的期待值飙到顶点。尤其是线下的剧宣活动，场面盛大到让人瞠目结舌，人山人海的支持者仿佛在为一部即将开播的超级大剧提前庆贺。线上数据同样亮眼，《富山海》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双平台的预约量已经突破900万，创下了武侠题材未播预约的新纪录。除了《富山海》，诚意今年3月刚杀青的《长安24季》也热度不凡，预约量很快突破了200万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在今年下半年上桌的男演员名单中，诚意几乎是稳占一席之地。很多人觉得诚意凭借琉璃才真正走进大众视野，这话不假。但如果用餐桌来比喻演艺圈的竞争位置，他其实早在那时就已经上桌了。不过，娱乐圈竞争激烈，新晋男神层出不穷，想要坐稳座位，不仅需要一部成名作，更要有持续输出的好作品作为支撑。诚意做到了这一点，从琉璃到沉香如屑，从莲花楼到南风知我意，他用作品说话，让观众一次又一次重新爱上他。其实，诚意差一点就没有走上演员这条路。他出身在一个军人世家，家里哥哥、弟弟、叔叔、舅舅等很多亲人都参过军，母亲也希望他能子承母愿去当兵。母亲的理想很朴实，当兵几年，回来找个稳定的工作，成家立业，过上普通人的生活。听到这番话的那一晚，诚意一夜未眠。他不想要一眼望到头的人生，他渴望尝试不一样的未来。于是，他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大胆，甚至有些莽撞的决定，北漂闯荡，去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。那时的诚意并没有明确的演员梦想。转折点出现在高中一次学校举办的才艺秀活动上，他组织了一个模特走秀节目。因为外形条件出众，他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建议：你可以试着去做模特。这个契机让他萌生了进入表演行业的想法，并最终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。虽然顺利考入中戏，但诚意的出道之路并不顺利。他曾被无数导演和制片人拒绝过。其中一次打击尤其沉重，有位导演直言对他说：“你这一辈子别做演员了，你肯定不行。”这句话直接否定了他的全部努力，也让他陷入了长时间的自我怀疑和迷茫。然而，诚意是个一旦选定道路就会走到底的人。他没有被彻底击垮，而是用更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他坚信，只要足够努力，就一定能把角色演好，让观众认可。2011年，诚意在《唐宫美人天下》中出演配角宫廷，是为冯小宝，正式踏入演艺圈。早期，他尝试过硬汉路线，但并未激起太大水花。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，他主演的古装仙侠剧《琉璃》播出，饰演的司凤一角风靡全网，诚意凭此一举成名。
此后，他没有陷入一句爆红的惯性，而是用《沉香如屑莲花楼》《南风知我意》等作品稳步前行，让自己的名字一次次与热播挂钩。在圈内，与程毅合作过的人几乎都对他有同一个评价：认真、敬业。他的打戏几乎不用替身，即便全身是伤，也从不叫苦。拍戏时中暑、发高烧，他依然坚持拍摄，直到身体实在撑不住才请1天假休息。拍摄《沉香如屑》时，他脚部骨折，却1天假都没请过。程毅在片场经常坐着小马扎研究剧本，入戏到别人叫他都听不见。平时性格内敛的他，一旦谈起表演，就会变成话痨，滔滔不绝地分析角色，讨论细节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少抱怨，多做事，准没错。遇到问题，他很少倾诉，而是靠睡一觉调整自己，比别人多努力，多付出一点，他坚信终会有收获。因为专注事业，生活节奏慢，他在圈里还有个老干部的外号。玩手机时，他的手指动作像极了爷爷奶奶在用智能机，电话欠费，网络坏了半个月也不急着修。一次直播开场，他脱口而出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让旁边的演员哭笑不得的提醒：现在大家都用手机看直播。这种与年龄不符的生活状态，其实是因为他把精力几乎全部放在拍戏上，外界的娱乐和潮流很少参与。和早期硬汉路线相比，这种萌萌哒的反差更让粉丝觉得可爱。程毅说过，好与不好的评价，他都会选择忘掉，活在当下，专注自己眼前的事。一路走来，他经历过质疑、否定、低谷，也收获过掌声、热度与喜爱。正是这份坚持和不动摇，让他拥有了如今的作品积累和观众缘。今年下半年，他势必要凭借新剧再次上桌，而且这一次，他很可能会做得更稳、更久。在竞争激烈的内娱，能够凭实力多次回到桌前的演员并不多，而程毅无疑是其中之一。无论是《富山海》还是《长安24季》，他都以蓄势待发。等到屏幕上再次出现那个熟悉又惊喜的身影，相信无数观众都会感叹：这一次，程毅不仅上桌了，还会端稳自己的那杯酒。